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，请订阅和分享已更新有关当今最着名明星的最新信息。刘宇宁领奖哽咽自嘲出身低，朱丹一句回应全场破防。刘宇宁领奖哽咽，台下反应比偶像剧还甜。2025年爱奇艺尖叫之夜最戳人心的画面之一，莫过于刘宇宁手握尖叫男演员奖杯时那声哽咽的我可能出身低一些。话音未落，台下已是亮黄灯牌翻涌，如潮黄海一片。主持人朱丹立刻接话：刘宇宁从此不许这么说，英雄不问出处。这句话像是一把钥匙，瞬间打开了全网关于草根逆袭的共鸣开关。站上领奖台的刘宇宁是认真的，他郑重其事地自称我是演员刘宇宁，感谢每一个赋予他底气的角色。可一听颁奖词里夸他书卷一梦里的角色南横举世无双时，严肃脸立刻绷不住了，嘴角上扬的比 AK 还难压。网友精准捕捉，夸他本人还行，夸他角色那是真开心啊。台下更精彩，看自己奋斗历程的回顾短片时，他眼眶泛红，深呼吸强忍，小表情被粉丝解读出800种内心戏，忍泪忍到指尖都在抖。等到朱丹那句英雄不问出处响起，台下尖叫直接掀翻屋顶。这情绪过山车堪称当晚最佳微表情管理教学现场。这一声哽咽背后是实打实的10年，从丹东老街零下10几度里露天直播的歌手，到如今手握3平台破万男主纪录的演员，这条路他走的一步一个脚印，非科班出身。他用书卷一梦里分饰两角的精湛演技，打破了网红不会演戏的偏见，甚至成了内娱首位获得权威演技奖项的草根出身艺人。数据也硬气，主演的一念关山、折腰书卷一梦每部热度破万，被业内称为实际天花板。如果说台上是励志剧，后台就是温馨喜剧。庆功宴离场时，曾瞬息因为造型原因捂脸急走，略显尴尬。只见刘宇宁小跑追上，熟练地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备用口罩递过去，还调侃：害羞了吗？曾瞬息机智接梗，尖叫男神在这呢。这一来一往，被网友封为内娱友情范本。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，粉丝发现这位台上气场2.8米的霸总，居然是个松鼠型人格礼服暗袋里塞满零食，随身携带小饼干和备用口罩，活像一个移动的百宝箱。这种霸总壳子、松鼠魂的反差萌，瞬间圈粉无数。这次获奖意义远超一个奖杯，大屏幕上3平台破万男主，唯一双栖顶流的标注，是市场对他商业与艺术价值的双重概戳。人民日报曾用坚持梦想时间会给答案报道他的故事，如今各大高校甚至把他的奋斗经历写进思想课案例。他获奖后发文，再次强调作品是演员最大的底气。这句话与其说是获奖感言，不如说是一份写给行业的爽文宣言，用实际击碎偏见，用角色为自己证明。总之，当英雄不问出处。所以，当刘宇宁站在领奖台上时，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个明星的加冕，更是一个普通人用10年血肉之躯劈开荆棘的故事。从寒风中的麦克风到聚光灯下的水晶奖杯，这条路他走了10年。领奖台上忍回去的泪，成了奋斗者给这个时代最响亮的回音。而对我们这些看客来说，能见证这样的逆袭本身就很燃。毕竟，谁不爱看英雄不问出处的剧本在现实中轰轰烈烈的上演呢？